经商之道，大道以谋国，得想办法和他们竞争。最好是到他们那儿去做生意，人尽其用，物尽其通。或许只有这样，才可能是我们的一条出路，不至于像眼前这般，是不是？我现在能看到模模糊糊的一条路，但是却道不清楚。你觉得我说的对吗？也对，也不对。但甭管对不对，你这份志气，哥哥是赞赏的。但是，你想做的这些事情啊，说实话，哥哥觉得大清朝做不到。再过个100年，能不能做得到，我不知道。但我们这代人肯定是看不到了。行，这天色也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哥哥最后再跟你说句话：见好就收。我们还要做很多年的兄弟，别早早的把自己给全搭进去了。苏小姐，真是个妙人呐！你怎么知道我在到处找你啊？我想不知道也不行啊。现在上海滩到处都在说，有位中国巨商 Mr. 谷想出国做生意。是，货物我都备齐了，但是我需要一艘船。商船现在都是英国的，我没资格租，他们也不会租给我。我就突然想起来，苏小姐好像有一艘冰船。你可以知道我会租给你。我想苏小姐不会看着李青当卖国贼而坐视不理的吧？其实我很好奇，苏小姐一会儿跟这个交好，一会儿跟那个交好，像只变色龙一样，究竟是为何？好奇多久了？一直都好奇。我爹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吧？板门抄斩，九族一灭。皇亲贵胄，信天主教尤多。我的养父是西堂主教，当年靠着他的朋友们帮忙把我送到香港，后来派到天王身边，联络旧交，刺探军机。可惜天王不成事，毁了多年基业。天国虽亡，但我的世仇还在。大清气数已尽，那时候我就偷偷把有用的人才带出去。我不知道大清国要变成什么样，但不管变成什么样，都比现在这个样子强。聊聊船的事儿吧。我确实有一艘能调度的船，花钱就能用。一艘葡萄牙炮舰，装你那些货是够的。但问题是，这船你没资格租。你的那些货在名义上要找一个洋商来接手，他做大班，你做中国东家。不过你那些东西运到印度卖给谁呢？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要把东西卖到印度呢？财神和一些英国的商人交好，他已经帮我联络完了。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直接把我们的货物卖到英国。这倒是没猜到了。明天我把船长约出来，你带上出面拿货的英国商人，双方签合同吧。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合同，第一份
中国的大生意人以个人名义岳阳经商的合同，了不起啊！苏小姐，谢谢你。合同签完，我就要操心该怎么保住你这颗狗头了。玉儿，你怎么回来了？我想孩子了。你说是女儿还是儿子？儿子也好，女儿也好，最重要你们母子平安。我在外面跑了好久，我好想你们。事情还顺利吧？还行吧。大奶奶，两江总督府的人求见谷大爷。哎，他们耳朵怎么那么好呢？我刚回来就知道了。谷先生，总督大人请您过府一叙，有紧要事。看把你能的！去就回啊。想玩就玩吧，别伤着自己。别在这里动手。走。本督有话问你，你要据实回答，免受皮肉之苦。我的话实不实，不还是你说了算？来呀，给他看看刑具。顾平原，你是聪明人，别让我问第二遍啊，否则这皮肉之苦你是吃不消的。我问你，你进货用的那么些的银两，是从哪儿来的？朋友的。这就不好了吧？啊！来呀，用刑！行了，去吧。咱们看看，你从安徽进的茶叶，
前后有700万两。从山西一地进的药材，主要是大黄，有100多万两。你从杭州吴家进的生丝绣品，竟然有700万两之巨，好大的一桩买卖呀！而且你都用的是银票，结的是现钱，钱从哪儿来的？啊，你先别急着回答，等我都问完了。你在山西的那些狐朋狗友，怎么突然就有这么些的金银宝物啊？送到驻银坊里头花了那么些的银子，到底宝藏在哪儿？大清1年岁入才多少啊？你是富可敌国的大生意人呐！我的每一笔生意都是在帮你的忙，到头来你就这么对我？哎呦，我不能不问呐。圣母皇太后都知道了，家产丰厚的人我见得多了，可是像你这么着，一下就拿出1、2千万两来，跟闹着玩似的，几天之内就进了这么多的货，我没见过。我现在问你还是好的，我要是问不出来，把你送进京去，那些人可就没我这么客气了啊！哎呦，我求你了，你就告诉我吧。那盐田，你还要不要了？嘴上说关心两江两淮的生计，怎么了？都是假的吗？假倒未必假啊，就是真让洋人弄走了，哎，我也有办法对付，拼着就是挨一顿斥责就是了。可你真把我吓着了，姓谷的，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这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一直在盯着我。不是我盯着你，是有人盯着你，还有人告了御状，上边下了话要查，我能怎么办？来人，在这儿，把我先扶起来。走。行，来，把他押进牢里，准备押解进京。两江总督裁断，经查，商人谷平原以逃犯之身敛聚不明之财，违背本国之商法，5日后见送进京，家产抄没。你们两个都快点，都给我快点啊！你们还有没有隐没的财产？连这房子都是两江总督府借住的，你们搜便是。兄弟们，都给我搜，搜仔细了，不要放过每一个角落。这到最后落下个这个，能够牵动两江，震惊朝廷，这手笔也是一等一的了。好大的想朝什么家？都这时候了，你还能笑得出来，真是服了。你不让我笑，让我哭啊！昨儿你去见他了吗？就见了一面，旁边有人也没能多说。他就问你和孩子怎么样，他说你等他，他来起名。脑袋都要掉了，想着起名，心大的。等他们抄完，咱们就回安徽了。这次只说抄没，没说把一家人都遣送到北京。老二已经过马车了，就不知道。
你们谁是家主？签下字。这是总督大人让我转交给夫人的。这什么呀？这是盐业工会的股份。这是买他脑袋的钱，不要也罢。你拿好了，你要不要，让他自己决定。他还能做决定？No， 他要回来给孩子起名字呢。不够了，孩子，走，回安徽。好。Have you seen Lee? Lee? Yes. Look at this. You don't speak English. Translator! Translator! 哎！哦，电报说已经查清楚了，这艘葡萄牙战船是受中国人雇佣开往英国的货船，装满了生丝、丝绸、大黄、茶叶，有不少国家的商人很感兴趣。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艘船背后是一个姓古的中国商人在鼓动。明白了吗，李？那你怕什么呢 ？If this Gumerkan will be able to deliver this cargo to England， 要是这个姓古的商人把这艘货船运到英国，他如果掌握了航道，运到更远的地方，那就是我替东印度公司培养了一个敌人，我就可以回利物浦老家享受退休金了。这是不允许。你为什么不向中国的皇帝抗议呢？ They use our competitor's name to pick up the cargo. 他用我们竞争公司的名义来收的货，他太狡猾了。我没有办法阻止这艘货船。这艘货船开到英国去，我会很麻烦。现在怎么办 ？You must come to the governor's mansion with me now. We strongly protest. 我们严重抗议。哦，好，欢迎，欢迎，是。Welcome. This is a shameless trampling on the commercial order. 这是对远东商业秩序的无耻践踏。哦，远东是哪儿啊？就是大清。大清怎么了 ？What about the Qing dynasty, which is the Far East? The commercial order is seriously disrupted. 商业秩序被严重破坏。不叫商业秩序是什么 ？What are the business? You don't know what the business orders are. 这商业秩序，就是他说商业秩序嘛，就像中国人做官一样，小官听大官的，大官听皇上的，皇上听老天爷的。哦，你看看，他这么一说，我们大家就都懂了。我们这个地方很讲秩序啊。你看他这是抗议，我们表示很理解。我们已经把你说的那个人押到远东的大牢里去了。That does not matter. I insist. 理查德先生说那个不重要，上海的那艘货船必须要停下来，必须要取消航程。哎呦，据我所知，啊，我们大清没有任何一艘船送到海上去啊！你误会了。No. The denial is useless. I demand. 抵赖是没有用的，他需要一次平等的商业谈判。哎呀，这么说就不好了啊！我们现在不就是在谈判吗？你抗议，我们也理解。我把人也抓了，押到远东的大牢里去了。
但是至于你说让把那条船停下来，那是一条葡萄牙的战船呐，英国人雇佣的它，我怎么有资格让它停下来呢？你找错人了。理查德先生想要知道，古平原是不是真的在监狱里？哦，当然在，刚刚用完刑。好，来人呐，带这位先生到远东的这个监狱里去看看。He's to see him in the jail. Thank you. 谢谢大人。It's here. 古平原，你现在是抄了家，又下了大狱，你比我还惨啊！你看看你效忠的那些人，他们现在是怎么对你的，又是怎么对我的？你是真正的好笑，啊？哼！ Mr. Gu, regarding that ship, I 吴大人，他代表东印度公司通知您，他们想跟您协商把那艘船的货给买了。您现在这样，对您也没有好处啊。讨论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 Has no benefit right now already. 说点有用的。 There is no need to discuss these questions. Say something useful. What do you want? 您想要怎么样？钱我已经付过了，2天之内不把我们盐田的地契原样送回，那押货的船按时起航。该死！这是你和总督一起设的圈套。 Mr. Hart. Mr. Richards. Have a seat. Mr. Hart, I heard that you are involved with my wager with Governor of Liangjiang. Wager? What wager? Oh, you mean the salt fields? Yes, indeed. You've been a little hot-headed recently, huh? Mr. Hart, I respect you as a veteran in this business, but you must respect the influence of East India Company here in China in the dispute over property mortgage. The responsibility is quite clear. It is those Chinese officials who are evading and denying. And I hope Mr. Hart will objectively address to that issue. I am employ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as the head of the customs. I am in charge of all import and export business. I believe I have been very objective in treating your company, and I've never meddled in the normal business of your company. Now, this accusation of yours, where does it come from? This all is a breach of agreements. We do not mind the competition. But if a Chinese merchant will independently disobey his government's law and openly provoke us, if it weren't for your connivance, do you think he would have done it? I understand. Now,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in all of this business, what have I done? Come on. I thought you said you are not afraid of some competition. We are not afraid of the competition. There are many goods, but they are not enough to impact our company's market. But my friend, this impacts you, no? 干嘛？你这个猴崽子，进来了了不起啊？啊！
我现在2条腿都紫了。哎呦，我不用点刑也不行啊！哎，那个理查德跟疯狗似的，到处告状。哎，这事儿要是办成了，我给你个大礼。你就放我回安徽就行。我在两江待不久了，这2年两江恢复的不错，老九呢也把军队遣散的差不多了，老虎没了爪牙，也就没了威胁。朝廷呢让我回去，也许做个军机大臣，也许什么事儿都没有。朝廷要成立个商部，下旨让我们几个老臣推荐。哎，你看看。你自己也说过，商道谋国，你做了这个职位，不比那些什么都不懂的官员强多了吗？啊，这要是给了旁人，做梦都会笑醒。我仔细想想，这一生经过我手的银子，倒是不少。但只有在安徽种茶的那段日子，才最踏实，最快乐。商道谋国不假，那也得可谋之国才行。凭你两江总督府的身份和地位，都应对不了那些洋商，凭什么我行？哎，咱俩也算是朋友，你跟我说句实话啊，我知道你进货用的都是现钱，钱是哪儿来的？你想知道？我好奇。朝廷让我仔细的回奏，我自然不能说假话，对不对？什么商务大臣，这可不是礼物啊，这是送命的诏旨。你说这富贵有什么用？说的是啊，你就告诉我吧，啊？我相信古平原集中了他所有的身家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一艘船上的货物再多，他不可能对东印度公司产生商业冲击。如果你能够坚持下来，获得2会盐业的经营权，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你将获得大清官办产业的1/5，以此作为跳板，你可以获得无可计量的财富。你要相信我，这是他能够想到的最大的威胁。这不算是商业行为，这甚至算不上聪明。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手腕。你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知道。比起被这些官僚玩弄，我宁可要一个公平。我们之间不谈公平。你只有一个人，我至少有一个船。
请。啊，请。So, is this good merchant? 那位姓谷的商人终于安静了。朝廷已经严厉地惩治了他了。好，不过那船货还是由赫德先生作为中介，最后还是卖给了东印度公司啊。祥和洋行成绩斐然呐，可喜可贺。Did a good job and congratulations for that. 啊，交换，彼此啊，好，好，各位大人看这边。3, 2, 1。谷先生。谷先生，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呀！谷先生，盐田收回来了。我最后再问你一遍，钱是哪儿来的？哼，否则呢？否则，荐送进京，要你的脑袋。哎，看看，结实不结实？结实啊！啊，我呀还留着他多喝几年酒呢，所以只能委屈你了啊！来呀，荐送进京。是。我刚接到朝廷的旨意，调离两江啊。你这一路上呢，也不寂寞，我们相伴而行。臣押送钦犯刚刚离开两江地界，钦犯因在狱中染恶疾而死，已焚化其尸。在场多人可以作证。臣在两江任上，已得钦犯口供，并已查实，所谓巨额货款云，都是街谈巷议，其中野语。不足为凭，钦犯已死，臣看管有书，愿自领其罪。行了，就这样吧。明日走陆路，派快马送入朝廷。大人，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是不是太儿戏了？朝廷红着眼睛要钱，岂非更加儿戏？不用怀疑，你已经死了。瑞林把你交给我的时候，你就是个尸体。他怎么来了？他自己要求的。我还以为你会在洋行里跟着洋鬼子一起混。我跟谁混也比你强。人人都知道你已经死了。死了至少不用遗臭万年。行了，你们兄弟俩上来就斗嘴，你家少爷是专门来送你的。不然呢？不然他就跟着葡萄牙船走了。为什么走？去哪儿啊？出去转转。
在这片天底下待得太久了，想看点新的东西，学点新的东西。将来要是有机会，再回来吧。你自己保重吧。我明白，你爹娘的坟我会去帮你扫的。我还会跟你爹说你去了哪。好，你安排好。还是要回去种茶吗？不知道，可能带上玉儿到处走走吧。或者换个名字，继续做生意，是不是？我只希望孩子一睁眼睛就能看见我。现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心灰意冷啦？也不是，不做官是还是要做的。只希望将来大家都可以不用提心吊胆地活着，不用出卖自己的尊严，在这片天空下，都可以骄傲自由地活着。真有闯王宝藏这回事吗？青山一发是中原，到他该出世的时候，自然会出来。财富如海，众生作舟。浮沉一世，无非是个过客，又何必太在意呢？就无言角也微亮，看灯笼轻摇一身凝霜，别管江湖路有多长，刻骨铭心，此生难忘。鲜恍然残阳，忽有故人从心上过山河茫苍，梦见你的地方，烛光把我照亮，待月静止三世袖口红痕映城墙，心跳中
你的中国朋友送来了礼物。小虎啊，经此一战，血溅轩辕，丧敌之胆。清廷大肆搜捕，你与朱同志能平安脱身，幸之。如今大清垂垂老矣，华夏之邦难以侧身于世界强国之力，非有大能力者，改换乾坤，令我4万万同胞除旧布新，自强自立，方可逃脱被分切宰割之命运。若神州路程民尽丧，吾等九死亦不能赎也。听闻你为革命筹款，附赠支票1张。革命若不济，吾自当全力供应。读了四书五经，学会一身坦荡，翻过陈年旧账，走马几轮光阴，也走历了面庞，演过人情薄凉。我看过万里雪茫茫，也曾被谁紧握不放，只剩这一柴米油盐，终会随衣裳，翻一个身，趁机回肠，好戏正在开场。天下有道理千钧一气万两，做人应如同伴，外圆内方，一步烽烟一条路，一生用脚步丈量。嘿，众生万象，粉墨登场，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山有道，我担当。嘿，日出东方。流过多少血泪，只要爬得起来，纯洁当作小将，还能喘一口气，就撑起这脊梁，扛过刀剑风霜。人生在世本就长，咬紧了牙关走一趟，凭谁人说痴心妄想，众口随一张，翻一个身，纯净回肠，好戏正在开场。天下有道理千钧一气万两，做人应如同伴，外圆内方，一步烽烟一条路，一生用脚步丈量。千河过尽人间万象，尘埃落定留下传奇一桩。山河浩渺，我担当。日出东方。